大家好，我係杜文步，今日想同大家分享下2024年嘅銀色債券咧，到底買唔買得過啊？片尾有彩蛋，請大家一定要睇到最後。嗱，我哋首先聽一聽嗰個新聞點講先。為向年長投資者提供穩定回報嘅投資產品，同埋募集大型基建資金，政府發行第9批銀債，目標發行額500億，可以加碼至到550億。債券年期3年，保證息率4厘，每手入場費1萬蚊，每半年派息一次。同過往嘅銀債一樣，息率同時與通脹掛鈎，會同保證息率比較，並以較高者作為年息。而為咗防止大量債券被少數投資者集中持有，設定配發手數上限為100手。嗱，咁我哋了解個基本嘅銀色債券嘅資訊之後咧，我哋同綠色債券同埋 iBond 比較下先。嗱，發債嘅目的我哋唔使理啦，其實就我哋只係想賺錢嘅啫，賺息口嘅啫。咁我哋睇一睇嗰個申請嘅條件啊，銀色債券咧就一定要係60歲或者以上，持有香港身份證嘅香港居民先至買得啊。咁綠色債券同埋 iBond 咧就係年滿18歲持有香港身份證就可以啦。咁變咗咧年齡限制，如果你未夠60歲或者以上咧，你係唔買得銀色債券嘅。咁第二點咧比較重要咧就係喺二手市場嗰度啊。如果銀色債券咧你係想套現嘅話咧，你只可以賣翻俾政府啊，即係佢原價收回啦，或者你同嗰個你邊間銀行買嘅，或者券商邊間券商買嘅，你就提出申請退翻俾佢啊。咁而綠色債券同埋 iBond 咧就可以喺嗰個交易市場嗰度交易啊嘛。你可以即係推出咗之後，你再買都得，或者隨時放咗佢都得啊。咁呢個咧就係申請年齡同埋二手市場咧，就係銀色債券同綠色債券 iBond 嘅唔同之處。好啦，跟住咧，如果你係第一次嚟到我嘅頻道咧，我嘅頻道主要分享投資理財生活嘅有用知識，歡迎大家訂閱。睇到呢度嘅咧，大家不妨訂閱埋同埋俾個讚啦，唔該晒。咁我哋睇一睇呢批嘅銀色債券，即係第9批啊。咁佢係2024年嘅大概就10月份發行啦，跟住去到2027年嘅10月。咁嗰個息率就係4厘啦。啊，咁啊認購期咧就係由2024年9月30號朝早9點開始，去到10月14號晏晝2點結束啊。咁就喺2024年嘅10月23號發行啊。好啦，咁你可以喺邊度買到第9批嘅銀色債券咧？咁啊，大家可以睇一睇呢個表啊。咁呢個表咧就係顯示到指定嘅券商啦，同埋配售嘅銀行。咁其實同之前嗰啲差唔多嘅啫啊。指定嘅券商即係香港比較出名啲嘅耀才啊、智富啊、富途啊。呢個輝立啊等等啊，咁啊加埋啲網上券商啦。咁至於配售嘅銀行咧，就係嗰啲5大行啦，即係我平時做定期嗰個比較嘅嗰幾間銀行啦。咁啊加埋啲中小型嘅銀行都可以買到呢個第9批嘅銀色債券。好啦，跟住咧我哋就睇一睇呢個佢嗰個嘅手續費係點樣計咧？嗱，一般呢啲銀行咧都係提供嗰個手續費嘅豁免優惠啊，包括咗認購嘅手續費啦、存倉費啦、託管費啦、代收利息費同埋提早贖回債券費用。咁呢個提早贖回債券費用咧比較重要，就係話假設你有需要用到呢筆錢，你想賣翻俾政府嘅時候啊，需唔需要手續費咧？如果需要手續費就唔抵咯。咁你要問一問你嗰個券商同埋銀行啊，可唔可以豁免呢個到期贖回即係提早贖回嗰個債券嘅費用啊？好啦，咁我哋睇埋呢個嘅第1批至到第9批嗰個年期啦。咁啊，大家見到第1批佢係2019年到期嘅，咁我當時嘅息率就係未加息啊嘛，當時只係得2厘啊。咁實際派息，因為佢個息率同通脹掛鈎咧，實際派息最高只係去到2.6厘啊。
跟住第二批、第三、第四、第五、第六、第七批咧，咁啊大家見到咧，因為隨住加息嘅開始咧，嗰個息率一路有加到嘅，咁但係最高都係得個4厘啊。咁而呢個第八批咧，2026年到期，即係上一次發行嗰個銀色債券咧，就係可以去到5厘，因為當時係加息嘅頂峰啊嘛，可以去到咁高息啊。咁而呢次咧第9批2027年到期嘅銀色債券咧，得個4厘嘅啫啊。咁實際派息咧要視乎嗰個佢同通脹掛鈎咗之後咧，政府決定啊。咁當然咧，我呢度覺得啊，佢最多都係因為佢通脹係政府統計做出嚟噶嘛啊，咁啊同我哋小市民實際感受到嘅通脹咧，可能都唔同啊。即係我覺得香港嘅通脹咧高過2厘好多啊，咁啊所以咧即係變咗到時嗰個實際派息可能都係4厘左右。咁就除咗呢個銀色債券咧，有冇其他嘅穩定之選咧？我就擺喺我個 Patreon 嗰度啊。咁啊，歡迎大家免費做呢個嘅 Patreon 嘅會員，可以睇免費嘅文章。咁啊，免責聲明咧就係本片純粹係娛樂同埋教育用途啊，即係唔係任何嘅建議。上述嘅資料可能隨住相關嘅政府公布而調整而變動，請大家自行查證翻啊。好啦，咁啊片尾嘅彩蛋咧，就觀眾睇到呢度咧，俾啲 judge 俾大家啦。香港銀色債券同埋其他同類產品嘅比較啊，咁啊同銀行定期比較咧，風險都係零嘅。咁啊年期咧，即係香港銀行做定期一般都係最多係1年嘅啫啊。咁啊去到如果3年咧就好少嘅，就算去到3年，可能嗰個利息都好高。咁而家即係大家睇翻我之前嗰啲片咧，香港而家2024年9月嘅定期啊，港幣即係最高都係3點幾厘左右啊。咁但係佢個特徵咧就係較為靈活啊嘛。咁但係唔好處就係低息啦。咁但係大家留意啊，即係萬一即係美國嗰邊加息嘅話咧，咁變咗咧，你嗰個銀色債券咧就變咗蝕啦。即係正如之前大家買嘅 iBond 啊，同埋呢個嘅綠色債券一樣啊。當萬一市場加息咗之後咧，你攞到嘅嗰個息口因為固定咗啊嘛，就算佢同通脹掛鈎，都係唔會超過市場嗰個利息啊。咁呢點需要留意。咁第二咧，如果同美國國債比較咧，咁啊風險都係0啦，咁啊期限咧都係可以買到3年期嘅美國國債啊。咁而家嘅利息咧就係3.42厘啊。佢個特徵咧就係靈活啦，但係始終都係低息過呢個嘅銀色債券啊。咁啊，正如我頭先所講啦，就係萬一加息咧，同埋仲有一個風險，就大家唔知有冇諗過啊？因為隨住中美關係嘅緊張咧，港幣脫歐嘅可能性係50-50啊。即係萬一港幣脫歐咗之後咧，即係縱觀歷史，凡係同美金脫歐咗之後嘅貨幣咧，都係一路貶值啊。咁所以咧呢個風險大家都要考慮埋。咁另外咧，我就攞一啲嘅穩定嘅美國公司債比較啊，譬如話蘋果公司，咁啊風險咧比較少啲嘅，3年期個美國公司債咧，而家市場嘅利息咧就大概3.65厘啊。咁特徵咧就係較為靈活啦，同埋但係息口都比較低啲啊。咁最後一點，我想提一提大家就係之前我都有講喺 IB 盈透證券咧，你擺咗超過1萬蚊美金嘅現金存款咧，可以攞到4.83厘嘅活期利息啊。咁但係期限嗰度咧，即係隨住美國可能會減息開始咧，咁佢就未必保證到呢個4.83厘啊。咁但係佢個特徵咧就係最靈活，你可以嗰筆錢隨時用嚟買股票啊，或者買嗰個國債啊，或者公司債券啊等等啊。咁但係咧就係唔知道我哋盈透證券幾時可以保持到呢個4.83厘啊。咁我如果俾我揀咧，我就擺喺 IB 盈透證券啊，攞佢嘅4.83厘嘅利息咧，就係我嘅首選啦。好啦，最後做翻個提醒，就係大家嘅支持咧，就本頻道營運落嘅最大動力啊！如果大家覺得呢個資料對你有用，希望大家點讚、轉發、訂閱、打開小鈴鐺。
下次我出新片咧，大家會第一時間收到通知。我哋下次見，拜拜。